中代越变态，火箭越可爱。这你敢信？在小特的赛点局，不仅要秀对手以引为傲的准，还要秀自己无人能及的大心脏。而这一局的难度，更是直接逼得火箭18般武艺全上。这是2019年巡回锦标赛，拼尽长台的火箭却丝毫开心不起。现在不仅红球互相牵制，高分彩球也全都贴死在库边。看来火箭乱局之王的称号，今天怕是保不住了。眼神坚定地看了一眼黑球，上手就要祭出自己的 K 球绝技。小特瞪大了双眼，准备偷师。看一下，传说中的指哪打哪，火箭的 K 球永远不会让人失望。现在不仅红球可以继续进攻，也可以成功将黑球复位，但是随之而来又是第二个难题：复位后的黑球左侧有红球干扰，火箭这一杆要留出合适的角度打红 K。就是直接蹬起来 K 黑球左边，我觉得会更好。这就太要命了，没能顶开左侧红球，那现在没有任何彩球可以衔接，无奈只能转入防守。但是对于火箭来说，防守也可以带着满满的进攻性。带火粉球和蓝球是为之后的清台做好布局，但是还能同时用绿球做上斯诺克，脑子里有想法，手上还能完美变形，能同时兼顾好看而且实用，这就是火箭对斯诺克的极致追求。领先的小特反而露出了紧张的神情。作为唯一一个对阵火箭战绩不落下风的球员，他已经是无限接近天花板的存在。这杆解轻贴看什么效果？人算不如天算，母球从缝隙滑了下来。其实理论上来说，这杆的防守效果不错，但是偏偏对手就是火箭，哪怕留下1%的机会，他也要把进攻进行到底。中代老妖怪就是喜欢杀人诛心，你以准度为傲，我就要用准度跟你对拼。你如果擅长防守，我也可以撕裂你的中盘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一流高手见到火箭就不会打球的真正原因，他是真的往你心窝里走。漂亮的一打一 K， 这个中代可以继续进攻，但是为了更好的简化局面，火箭继续选择连打带 K。但是天不遂人愿，黑球现在已经没有进攻的可能，唯一的蓝球又成了火箭续命的良药。这种时候拼一杆是需要去考虑的。嘎嘎准！如果不看比分，真的会以为火箭是占据绝对优势，才敢打得如此不计后果。小特都直接懵了，难道这不是我的赛点局吗？50。现在看库边那个红球打算怎么想啊？他比划的位置可能想红 K 红，把它带一下。因为已经有蓝球了，所以带一下可以考虑。没能 K 到黑球，火箭很自然的挠了挠头，因为这个红球角度留小了，最右侧的红球还有变数。这就是火箭，直接给后面的裁判干懵了，脑袋里飞速运转，有没有哪条规则给他判一个嚣张之罪？这如果换其他任何人，估计最少都要给一个禁赛的处罚，也只有火箭才能让这一切看起来理所应当。非常罕见啊，这种真的很罕见。一般鞋带松了回做位技，他就直接踩在桌子上。否的话，这种贴底裤的黑球 K 是难 K， 只能去试啊。第一杆抢左塞看一下，很可惜 K 的太正，但是火箭第一时间却是来看中代角，难道他的眼里真的没有极限？只要不是贴顶裤，会有球。没打进应该更合情理，不然这样下去，谁还跟你玩球？40比39，真正到了拼刺刀的时候，虽然小特目前领先一局，但是他却肉眼可见的紧张，这可能就是火箭独有的王者压迫。强如小特也有手软的时候，力量上的失之毫厘，可能结果上就会差之千里。这个球防漏了吧？看起来是能打的这个球。特鲁姆普蹬了一下杆，那一定是能打的。
连打带防的一杆，绿球留出一个大角度，想要链接黄球，母球必须一个大绕台，考验火箭控球的功力。低杆的右塞看一下效果。白球贴库，如果这个黄球是直球的话，绿球就非常难受了。有一点向上。出杆后的火箭直接立正，不过力度还好。绿球还有中带，又是一杆难度球。中带是不会被粉球挡的，这个没问题，并且角度向下，咖啡球也能做得比较舒服。中低杆去打。漂亮！这一局火箭不仅展现了强大的技术、无敌的大心脏，还有桀骜不驯的性格也都淋漓尽致。如果你也喜欢火箭，那这一局绝对不容错过。打进篮球完成超分，而接下来的决胜局，两个人更是打出了史无前例的精彩。给赵欣彤一个长台机会，他可以360度无死角覆盖，漂亮！但是给塞尔比一个做球的机会，他也能防得滴水不漏。斯诺克最强的矛与盾之争，究竟谁能更胜一筹？塞大师出手就是王炸，这杆斯诺克真是杀机四伏。被超8分的他，如果赵欣彤被罚一个自由球，那就能瞬间挽回劣势。你一旦加力的话，解不到的话就自由；你不加力的话，不管解到解不到，还是一个好的斯诺克。所以这杆啊，挺麻烦的。完蛋了！虽然赵欣彤没有选择大力去解，但是局面仍然非常严峻，不仅被罚4分，最要命的是母球这个落点还要继续被做一杆。还是去贴这个咖啡。塞大师做球太狠了，轻描淡写的一杆，彻底将母球藏死。相比上一杆，难度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而比兄脸上转瞬即逝的笑容，看来对这一杆非常满意。现在压力全部给到赵欣彤这边。是不是知道了？太残忍了！单论防守，这真的有点大人欺负小孩的意思。塞尔比连续2杆斯诺克直接追回超分，如果能够清台，就可以和赵欣彤最后抢黑。但是现在黄绿全都贴库，想要一杆拿下也绝非易事。哦，这线路出偏差了啊！是在那边放了一个带脚，没回来。大家仔细看啊，这个主要是主球。在这带脚吃了一下，突发的意外，塞尔比现在只能选择粉球，那就意味着赵欣彤还有1分的超分优势。不过就算刚刚能叫到黑球，而比兄看赵公子如此好欺负，大概率也是会选择继续做斯诺克罚分，而不会选择难度更大的清台。如果最后还要争黑，准度上他肯定不如赵欣彤的。太疯狂了，抬手又是一杆斯诺克，不过这杆难度不大，赵公子应该是有办法应对的。漂亮的扎杆轻松化解，而且顺势将绿球带回。现在只要给赵欣彤漏一个机会，那他就能依靠准度带走比赛。蓝球来做，或者黑球。姜还是老的辣，而比兄看中了黑球的绝佳位置，用进攻黄球作为过渡，将母球尽可能的靠近绿球。大家看啊，这个离绿球一近了，你的杆法就容易做得很精细。是选这个黑的啊，薄球2库，要黑球。很可惜，塞尔比这杆没能如愿。如果力量再大一点，贴死黑球，绝对又是一个得分点。赵欣彤对线路的理解真心稚嫩，只是简单的拉开2颗球的距离，难怪火箭让他花50万去找角度大师马努斯好好深造。现在尔比兄又迎来了一个机会，导播给的这个线路啊，看看塞尔比。这就是塞大师的硬实力，不仅眼里有活，而且脑子有型，最重要的是手上还能变形。又是一杆满分的斯诺克，长台能够精确到这种效果已经非常厉害了。这样解的话，解不好是会漏的啊。这个因为绿球右侧底带是有，这样解就会漏了，解不好。没有意外，赵公子再次中招。现在尔比兄分数够了，只要清台就能完成逆转。
但是接下来要拼进攻，一旦失误留下机会，那赵欣彤的准度也不是吃素的。哇，真危险啊！而比凶拼得很凶，不过准度这块确实不如防守强悍，但是架不住人家有运气帮忙，强拼失误不但没有漏球，还意外的形成一杆反落，这怎么也解不完的斯诺克，着实让赵公子一个脑袋两个大。麻烦。漏得非常彻底，这就是职业比赛的残酷。纵然你有无以伦比的准度，但是对手就会在你的短板狂轰乱炸。如果此时一旦内心出现波澜，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打怎么不顺。斯诺克这一点跟拳击很像，想要揍人之前要先学会挨揍，而赛大师就是扛揍的典范。哎，没有做到啊，这个很明显碰到篮球。而比凶这杆失误，母球意外撞到篮球之后，留下了超大角度的咖啡球，是选择勇敢的强拼，还是更稳妥的防守？赛大师还是要谨慎的长考一下。看来导播还是猜不到尔比凶的心思，给了一个进攻的画面，塞尔比却选择了防守。但是这杆效果不好，咖啡球是有一个长台的机会。当然这球呢，但是他肯定是考虑过啊，曾经考虑过说往里打的这种效果，否则的话这球也没什么好想的嘛，是吧？漂亮！终于英雄有用武之地，这360度无死角的火力覆盖，确实让人防不胜防。太硬了，双重暴击之下，塞尔比已经被超10分。最后的粉球，赵欣彤选择防守，而比凶也痛快的选择认输。最好的那个机会呢，出现在那个远台的绿球。这是火箭最满足的笑容。看着眼前不敢出杆的艾伯顿，现场球迷都劝他胆子大一点，而无计可施的大魔王干脆交出球杆，你行你来打。这是2012年世锦赛首发，回望2005年世锦赛，火箭被折磨的上蹿下跳，还有现场睡觉的经典名场面。7年后的火箭终于打通了任督二脉，用魔王最擅长的防守，让魔王无路可走，这才是真正的杀人诛心。这杆母球虽然没能藏到咖啡球身后，但这个完美的后斯诺用来对付艾伯顿还是绰绰有余。导播这个特写必须加俩鸡腿，毕竟艾伯顿25次的极限运杆早已经是魔功的最高境界，估计每打一场比赛，左手都要换一层新皮。回防线路被粉球完美截停，而且左侧红球直接大漏，但是艾伯顿丝毫不慌，因为现在的局面基本没有连续得分的可能。打进粉球，火箭留了一个非常舒服的角度。上一杆没能藏到咖啡球身后，这次他再也不会心软。完美到爆炸，就这么一颗半球的位置，母球硬生生的挤了进去。如果火箭一门心思要打防守，那这几十年的台垒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饱受折磨。确实难度不小，艾伯顿第一杆偏差的有点多，但是庆幸的是红球都很安全。火箭巡视一圈江山，选择让裁判复位重解。艾伯顿的魔功也正式上线，但是今天火箭却一反常态，丝毫没有任何着急的感觉。果然对付魔王最好的办法，就是让他知道自己完全不受影响。第二杆的调整仍然不够，火箭已经躺赚8分。好球！仅仅2次尝试后顺利拿下，并且零敲碎打的追回了一分。而下一局的火箭仍然气定神闲，就是要用防守彻底击溃艾伯顿的内心。还是这个熟悉的配合，一杆不算完美的后斯诺，显然不能让火箭满意，但招不在狠，实用就行。此时右侧红球是有回防线路，但是选择贴球无疑性价比更高。火箭的脚步几乎和母球同时停下，他是万万没想到，过于小心的艾伯顿又送上4分大礼，确实没有留下任何进攻机会。火箭转了一圈，还是回座位继续看戏。现在反而是艾伯顿心态炸了，火气上头的他也顾不上继续磨球，出杆速度明显加快了不少。
还是不敢发力。简单的贴球连续失误2次，现场的球迷问他是不是没吃饭，艾伯顿无语地交出球杆：“你有力气你来打。”休息区的火箭露出了满足的笑容。2005年所受的折磨，今天终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第3杆必须要解到了，不然这一局会被直接判负。艾伯顿扶着锃亮的脑袋，心想噩梦终于可以告一段落。但是火箭这才刚刚上演，必须接着安排防守，继续看戏。俗话说物极必反，这一次回防线路全被锁死。狗急跳墙的艾伯顿决定孤注一掷，这对组合球就是要大力出奇迹。其实艾伯顿刚出道时，长发飘飘也是出名的快枪手，而这样犀利的进攻也是他年轻时的标志。不过逝去的岁月终究无法重现，接下来又是无聊的魔球时间。最终火箭10比4拿下了这一轮的胜利。